山东大学校长还给非洲留学生配每个3个女生。华人会过马来人的节日吗 ？If they are so strong in the past, how did the Dutch take that?这位来自广东的山东大学校长还给非洲留学生配每个3个女生。哦，这个就是回应我那个艾滋病的视频对吧？在下面留言了。啊，确实这个事情闹很大。我在马来西亚也是有看过，也有上报纸，就是说我不管是真是假，就是原来非洲人去中国留学，你们每一个留学生还配给他3个学伴。这么好的福利吗？只有非洲人有吗？如果我去中国读书有吗？开玩笑。哦，不过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我觉得难怪这么多非洲人去中国读书，真的很多。我上网看到了，虽然我在中国好像没看过黑人在中国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去的地方都是桂林、四川、重庆啊这些，广州还没去过。北京还没去过，上海还没去过，浙江还没去过，所以我还不懂。山东大学还给1个留学生配3个学伴，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女生表现不佳将被扣除学积德育分。山东大学被踢爆以女学伴作为招生手段，学校一开始还说促进文化交流，一切合法正当，但学伴报名表上这个选项证明内情不单纯。我觉得太不合适了。那你鼓励什么呀？那学生是来留学来了，还是来干嘛来的？去年该校学伴名单显示，47名留学生配上141名中国学生，平均每个留学生都有3名学伴，而且学伴几乎清一色都是女性。有非洲留学生贴出和女学伴的大合照，还写上在这里找你的女伴，让中国网友痛批学术机构沦为应招站。我感觉他可能是用这种隐性的这种色诱的这种优惠条件去招揽留学生。先前也曾爆出该校有留学生住院，校方竟然招募25名志愿者，1天1个人轮流照顾。这位来自新加坡的 ，If they are so strong in the past, how did the Dutch take that？ 哦，你是说，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回应我上次说印尼很强大，以前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就是那时候印尼还没有，就是他以前呢叫做三佛齐王国，还有就是斯里佛士啊，还有就是满者伯夷。那时候那个时期，印尼的祖先确实很强大。然后但是他强大归强大，也是用那个冷兵器嘛 ，right？ 你遇到那种 Dutch 荷兰那种用火炮啊之类的，那个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级嘛，是吧？我讲的他们强大是相对强大，就是比起周围的那种在马来群岛范围内可能是无敌的那个情况。那时候马来西亚部分呢也是印尼的领土嘛，以前就那时候马来西亚都没有啊，马来亚也没有，就是它全个范围就是可能就是三佛齐王国，或者是满者伯夷的版图嘛。所以那个区域那时候那时候的印尼啊，不是那时候还不是印尼，就是它的前任嘛，就像你中国前面的。就是大秦啊、明朝、清朝，我指的是那个对，印尼的前面的那个满者伯夷，他那时候是很强大。至于他为什么 Dutch 可以轻易拿下他，是因为荷兰不止拿下印尼，拿下很多地方嘛，所以那时候这就是冷兵器和那个热兵器的较量吧。所以这就是差别了吧。让我们来再次回顾二战，这次重点放在了东南亚地区。二战之前，印尼人还在被荷兰人控制着，而直到二战的爆发，才让一些被殖民的国家喘了口气，这其中就包括印尼。1926年，印尼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反荷兰殖民主义的武装起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也就是印尼国父苏加诺，带领工人和农民向荷兰做出抗争。可这次起义并未成功，国父还前后2次被关进了监狱。之后，印尼的共产党转入地下，等待时机。而后二战爆发，希特勒以闪电战的方式侵占了很多欧洲国家，在欧洲打的是热火朝天。而远在东南亚的荷兰，眼看着家被偷了，完了还回不去。1942年，日本开始攻打印尼，荷兰为了守住自己的殖民地，那肯定是要率先和日本开战的。可荷兰又哪是日本的对手呢？日本占领印尼之后，印尼国父被放了出来。随后，日本想要控制印尼国父，而印尼国父便开始和日本周旋，企图依靠日本来实现民族独立。可日本这个狼子野心的国家又怎么会选择和你合作？随后，印尼便投身于武装抗日斗争当中。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了，而印尼也迎来了他们唯一的翻身机会。但那些殖民国家还在虎视眈眈，这其中就包括荷兰和英国，他们妄图再次殖民印尼。而这次印尼便爆发了8月革命，势必要和你们抗争到底。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荷兰在军事方面胜利了，但印尼在政治方面胜利了。最终印尼独立，他们终于摆脱了殖民者的统治。这位来自辽宁的他说：“主播，你说话的时候能爷们一点吗？”你的爷们是怎么个爷们？就是很粗犷那种。我不是跑那个路线的，我这种应该比较适合跑那种美男的路线。不是，爷们就是那种嘛，我应该不是跑那个路线的，所以
这位来自广西，然后你的名字这个是随便打的，我就不念了。马来人会受华人春节影响吗？或者华人会影响马来人？华人会过马来人的节日吗？还是过的？受影响应该是不会，他们也蛮喜欢看那个烟花的，就我们免费放给他看，他应该是蛮高兴的。通常我们过节他们也是放假的，所以没影响，他们也是蛮喜欢的。他们还会跟你讲恭喜发财。总之，你在马来西亚所有的节日，任何一个州区的节日都是全部民族一起过的。就算他们没有庆祝了，但是他们有假期可以放啊，他们也是开心的。我们也是很开心。马来人新年的时候，我们华人也是很开心，因为又有假期可以放啊，等等又可以休息了，对吗？华人有时过，华人过，他比如说他去开斋，或者是他之类的，我们是或者是屠妖节，印度人的，我们是没有特地去他的庙宇或者是什么他的那种膜拜场所去，我们一起过的就是发个祝福语啊，跟他说开斋节快乐，然后一起放假，然后送个礼，或者是他有开放门户，就邀请我们去，就这样哦，通常是这样子。或者是我们新年我们有家里有举办什么可以叫他来吃，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华人，如果邀请马来人来的话，我们需要特别准备清真的食物。一般我们华人煮的食物他们不可以吃，因为他们怕有猪肉在里面，或者是基本都没有猪肉，但是我们用的那个场具啊，煮菜的那个锅啊什么，可能有煮过那些猪肉那些之类的，他们就不可以。所以我们通常会另外准备清真食物，就请马来人来做。或者是外面订一些马来食物放在那边，招待这些专门招待这些我们马来朋友所以他们的食物会跟我们的食物是分开的，在马来西亚是这样你请喜宴都好，你做什么活动都好，只要是有请吃，你必须要分两边，一边是专门给穆斯林用餐的，另外一边是给华人可以吃的就要区分开来，就他们不能吃你们的食物。因为他们要清真，但我们华人一般不清真嘛，是吧？我们有时候就吃猪肉，有时候就吃喝酒的，对吧？所以会准备两种不同的食物，把它们隔开。不是两种是两个类别的食物吧。白的有点吓人了，黑带广东这个讲广东话，有白嘛？我感觉我最近都变黑了，哪里白？不过我确实是白变，去晒一下，过几个月躲在家里几个月，它就白回去了。那边有华人教堂吗？华人教堂你是指基督教吗？基督教是有的。那通常小学生就是那种小学生或者是10岁以下的，他们很多都是去基督教基督教。如果你是说道教或者什么教那种，也是有吧？有啊，马来西亚就有。你讲的教堂如果是指基督教，那是有，其他的教也是有的。马来西亚是宗教自由，就是你可以自由的信奉不同的宗教，你喜欢。你可以今天是信奉就是政府可能有时候会叫你填表格嘛，你是什么宗教？我有时候就选我是基督教，有时候我去选我是佛教，但是其实也没有信仰，就是随便填一个，他就叫你填嘛。当你不知道你如果说你没有宗教，你就随便填一个，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也是。还没有关了，除非你是穆斯林，那你就没得选，你一定是穆斯林。如果你选别的，你就有很大问题，等下政府可能就来找你了。所以它大概是什么情况？是可以，马来西亚是有教堂，也有佛堂，也有那什么神庙什么庙，连包公的庙，包公就是包青天，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庙给他，就建一个包公庙给他，对不对？就在我老家那边附近都有。